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从樱桃琥珀看90年代青春画卷，成长、情感与时代共鸣。青春是一首悠扬的歌，是一幅绚丽的画，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旅程。而青春剧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回忆的大门，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重温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懵懂与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备受期待的青春成长剧《樱桃琥珀》。它由正午阳光出品，赵今麦、张凌赫领衔主演，改编自原著的同名小说。光是这些关键词就足以让众多剧迷和书粉们翘首以盼了。故事架构：岁月长卷中的成长之歌。樱桃琥珀的故事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岁月长卷，生动地描绘了主角们从童年到青春期，再到逐渐走向成熟的全过程。故事的主要场景既有充满生活气息的电建工地，那里是孩子们童年的欢乐天堂，也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校园，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与蜕变。还有繁华的都市街道，象征着他们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征程。童年时期的林奇乐，小名樱桃，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纯真无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热爱。他在电建工人父母的悉心呵护下，与一群小伙伴在群山电建工地快乐成长。他们在山间奔跑嬉戏，在溪边捉鱼捞虾，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欢快的笑声和纯真的足迹。而蒋教熙，这个天赋卓绝却背负着沉重家庭压力的少年，在转学后逐渐融入了这个温暖的小集体。起初，他性格内敛，总是独来独往，但在樱桃和小伙伴们的热情感染下，他渐渐打开了心扉，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步入了青春期，开始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困惑，学业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复杂，对未来的迷茫，这些问题如潮水般涌来，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林奇乐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遭遇了挫折，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蒋教熙则在家庭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日益加剧。然而，正是这些挫折和困难，让他们不断的反思和成长，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主角们的友情也经历了考验。曾经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们，因为各自的理想和追求，不得不面临分离。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各自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但距离并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情谊，反而让这份友情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深厚。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总会想起彼此，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人生的低谷。人物魅力，鲜活灵魂的交织碰撞。林奇乐，温暖的小太阳。林奇乐这个名字就仿佛带着阳光的温度，而他也正如同一颗温暖的小太阳，照亮了整个故事。他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的关爱和周围人的善意，让他拥有了天真乐观、善良独立的性格。他的世界纯净而美好，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没有丝毫的杂质。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时，林奇乐总是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遭遇失败，他也能迅速调整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他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能驱散身边人心中的阴霾。在蒋教熙陷入自我怀疑和迷茫时，是他用温暖的话语和坚定的支持，给予蒋教熙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当小伙伴们遇到烦恼时，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用自己的智慧和善良为大家排忧解难。他的乐观向上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蒋教熙，
破茧的孤独少年。蒋教熙与林奇乐截然不同，他就像是一只被困在茧中的蝴蝶，孤独而迷茫。他拥有超长的数学天赋，背负着天才的光环，但这份天赋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成为了他沉重的负担。他的家庭将他当作早夭哥哥的替身，对他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却忽略了他内心的感受。长期的压抑和孤独让他性格孤僻冷漠，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戒备。然而，林奇乐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黑暗的世界。他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一点点地融化了蒋教熙心中的坚冰。在与林奇乐相处的过程中，蒋教熙逐渐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他开始尝试打开心扉，与身边的人交流，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世界。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到后来能够和小伙伴们一起欢笑打闹，蒋教熙的转变让人欣慰。他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一个少年摆脱家庭阴影的过程，更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和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配角群像不可或缺的青春拼图。除了主角林奇乐和蒋教熙，剧中的配角们也都个性鲜明，为这个青春故事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于乔性格开朗、热情，是朋友们之间的开心果。他的笑声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为人仗义，对待朋友真诚。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秦野云聪明伶俐，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她与林奇乐既是好姐妹，也是彼此成长道路上的竞争对手。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鼓励，相互竞争，共同进步。还有杜尚、蔡方圆等小伙伴，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故事。他们一起在电建工地长大，共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虽然也会有争吵和矛盾，但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相反，这些经历让他们的友情更加深厚，成为了彼此青春岁月中最珍贵的回忆。这些配角们与主角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青春世界。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珍贵和力量。3. 情感旋律：家庭、友情与爱情的共鸣。家庭，温暖港湾与成长羁绊。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摇篮，也是情感的避风港。在樱桃琥珀中，家庭对主角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奇乐生活在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中，父母的关爱和理解让他拥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朴实善良的电建工人，虽然工作辛苦，但总是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他会在林奇乐考试失利时耐心地鼓励他，告诉他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会在林奇乐遇到困难时，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为他指引方向，让他感受到父爱的深沉。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给林奇乐营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母亲的关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林奇乐的心田，让他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如何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林奇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教熙的家庭。蒋教熙的父母将他当作早夭哥哥的替身，对他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却忽略了他内心的需求。他们只关心蒋教熙的学习成绩，希望他能成为像哥哥一样的天才，却从不关心他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蒋教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充满了孤独和迷茫。他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却总是失望而归。家庭的阴影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让他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异常艰难。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林奇乐在温暖的家庭中成长，培养了乐观积极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爱，而蒋教熙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性格变得孤僻冷漠，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这种对比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在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爱与支持的家人。友情，青春路上的坚实依靠。友情是青春岁月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在樱桃琥珀中，林奇乐、蒋教熙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之间的友情，如同一首欢快的乐章，奏响了青春的旋律。他们一起在电建工地长大，共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山间奔跑嬉戏，一起在溪边捉鱼捞虾，一起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烦恼。他们的笑声和打闹声回荡在群山之间，成为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面临着升学、转学等各种变化，友情也面临着考验。然而，距离并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情谊。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总会想起彼此，相互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在林奇乐为学业感到压力时，小伙伴们会陪伴他一起学习，为他加油打气。当蒋教熙在家庭中受到伤害时，林奇乐和其他小伙伴们会给予他关心和安慰，让他感受到友情的温暖。他们之间的友情不仅体现在困难时刻的相互帮助，还体现在日常的相处中。他们会一起讨论喜欢的明星和音乐，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他们的友情纯真而美好，没有丝毫的杂质，让人感受到了青春的纯粹和美好。在青春的道路上，友情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它陪伴我们度过欢乐的时光，也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我们力量。樱桃琥珀中这群小伙伴们的友情，让我们回忆起自己青春岁月中的那些好朋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友情。爱情，青涩甜蜜的青春恋曲。爱情是青春剧中永恒的主题。在樱桃琥珀中，林奇乐与蒋教熙之间的爱情，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青春的夜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们的爱情始于童年时期的相遇，那时候的他们只是单纯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成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一种微妙的情愫在他们心中悄然滋生。他们的爱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误会、分离与重逢。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误会，导致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蒋教熙的不告而别，让林奇乐伤心难过，也让他们的感情陷入了困境。然而，命运似乎总是眷顾着他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分离后，他们在高中再次重逢。这次重逢让他们重新审视了彼此的感情，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对方。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起面对成长的烦恼和挑战，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他们的爱情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变得成熟和坚定。他们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一起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一起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林奇乐与蒋教熙的爱情纯真而美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初恋的甜蜜和青涩，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青春的岁月里，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它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定，去追求自己的幸福。4. 时代滤镜，90年代的独特印记。时代背景，社会变迁下的青春舞台。樱桃琥珀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时代。在经济领域，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家庭开始购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这些曾经的奢侈品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在城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商业街变得越来越繁华。在农村，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面，90年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时代。港台文化在内的广泛传播，流行音乐、影视剧、武侠小说等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四大天王的歌曲风靡大街小巷，《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武侠剧成为了无数人童年的回忆。同时，内地的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创新，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歌手、演员和作家。校园民谣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以其纯真质朴的歌词和旋律，唱出了年轻人对青春和友情的美好回忆。这些社会变迁对主角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让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文化的多元化则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时代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探索和成长。服化道细节，重现旧时光的烟火气。一部优秀的年代剧离不开对服化道细节的精心打磨。樱桃琥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从服装、场景到道具，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90年代的独特韵味，仿佛将观众带回到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旧时光。在服装方面，剧中角色的穿着完美地还原了90年代的流行风格。林奇乐等女生常常穿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背带裤，搭配着可爱的蝴蝶结发卡，充满了少女的纯真和活力。男生们则喜欢穿着宽松的运动服、牛仔裤，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展现出青春的阳光与朝气。在重要场合，人们还会穿上西装、套装。虽然款式可能没有现在那么时尚，但却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质朴和庄重。这些服装不仅体现了90年代的时尚潮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状态。场景的搭建也十分用心，充满了生活气息。电建工地的宿舍区，低矮的平房，狭窄的小巷，斑驳的墙壁，让人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校园里，陈旧的教学楼，简陋的教室，充满年代感的宣传栏，仿佛让人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街边的小卖部、录像厅、游戏厅等，这些曾经熟悉的场景，勾起了人们对90年代生活的美好回忆。每一个场景都布置得恰到好处，细节之处尽显用心，让观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道具的选择更是锦上添花，为剧集增添了许多真实感。剧中出现的老式电视机、收音机、BP 机、随身听等，都是90年代的标志性物品。这些道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见证了人们生活的变迁。还有课本、作业本、铅笔盒、贴纸等学习用品，也都是90年代孩子们熟悉的模样。他们的出现，让观众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回忆起了那些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通过对服装、场景、道具等细节的精心打造，樱桃琥珀成功地重现了90年代的烟火气，让观众在观看剧集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这些细节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致敬，更是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望。5. 制作亮点、品质保障与艺术呈现。
正午阳光，品质的金字招牌。在国产电视剧的领域中，正午阳光无疑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多年来，他凭借着对品质的执着追求和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为观众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从大气磅礴的《琅琊榜》，以其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入微的人物刻画和精美的服化道，展现了一个权谋与情义交织的江湖，让观众沉浸其中，领略到了古装剧的魅力。到充满生活气息的父母爱情，用平淡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一对夫妻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与生活，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力量，还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都挺好。以苏家一家人的故事为切入点，探讨了家庭、亲情、养老等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刻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在收视率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是在口碑上收获了一致好评，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在《樱桃琥珀》中，正午阳光延续了其一贯的高品质制作标准，从前期的剧本打磨，到中期的拍摄制作，再到后期的剪辑配乐，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在剧本打磨阶段，制作团队深入研究原著小说，与原著作者进行密切沟通，力求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对剧情进行合理的改编和创新，使其更符合电视剧的呈现形式。在拍摄制作过程中，制作团队注重细节，从场景的搭建、服装道具的选择，到演员的表演指导，都严格把关，确保每一个画面都能真实地反映出90年代的时代特色和人物的情感状态。后期的剪辑配乐也十分用心，通过巧妙的剪辑手法和贴合剧情的音乐，增强了剧集的节奏感和情感张力，让观众更好地沉浸在剧情之中。导演与编剧，故事的幕后推手。导演张开宙和编剧曾路是《樱桃琥珀》这部精彩剧集背后的重要推手。张开宙导演在影视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涵盖了历史战争剧、都市爱情剧、古装剧等多个类型。在《战长沙》中，他以细腻的镜头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战争年代人们的生死离别和家国情怀，让观众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则展现了他在古装剧领域的深厚造诣，通过对古代生活的细致描绘和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呈现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古代世界。还有家庭剧《乔家的儿女》，他用温暖而真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乔家5个孩子在艰苦岁月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让观众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亲情的珍贵和力量。编剧曾路同样实力不凡，他的职业生涯从传统出版社起步，后来进入影视公司担任剧本责编，并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编剧。他参与编剧的作品如《重庆谍战》《水浒传》《战长沙》《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擅长在不同题材上进行探索和创新，能够巧妙地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深刻的主题融入到剧情之中。在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他对原著进行了精心的改编，在情节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使得剧情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成功的将一部小说改编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热剧。在《樱桃琥珀》中，张开宙导演充分发挥了他对年代剧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能力。他运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捕捉到了90年代生活中的每一个温暖瞬间和青春气息，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年代。他注重对人物情感的刻画，通过对主角们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的捕捉，展现了他们内心的情感变化和成长历程，
编剧曾路则为这部剧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和成长的故事框架。他精心雕琢每一个角色，赋予他们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他巧妙地将家庭、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元素融入到剧情之中，使故事更加丰富多样，充满了感染力。演员表现、角色的生动演绎，一部优秀的电视剧离不开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在《樱桃琥珀》中，赵今麦、张凌赫等演员用他们出色的演技，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为这部剧增色不少。赵今麦饰演的林奇乐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阳光气息，他通过细腻的表演，将林奇乐天真乐观、善良独立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到位。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勇敢。在与朋友们相处时，他的笑容又充满了感染力，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真诚。他的表演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做作之感，让观众很容易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充满活力的林奇乐。张凌赫饰演的蒋教熙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孤独、迷茫但又内心坚强的少年形象。他通过对蒋教熙表情和动作的精准把握，展现了这个角色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在面对家庭的压力时，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在与林奇乐相处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又逐渐变得柔和，展现出了他内心的温暖和善良。他的表演层次分明，将蒋教熙这个角色从一个封闭的少年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朗自信的青年的过程演绎得十分精彩。除了主演赵今麦和张凌赫，剧中的其他演员也都表现出色。董洁饰演的林奇乐母亲温柔贤惠，将母亲对女儿的关爱和呵护展现得十分细腻。宝剑锋饰演的林奇乐父亲朴实善良，为家庭默默付出，他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父爱的深沉。还有饰演于桥、秦野云等配角的演员们，也都通过自己的精彩表演，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色彩。他们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演绎得生动形象，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些配角在主角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演员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也为这部剧的成功加分不少。他们在剧中的互动自然流畅，仿佛真的是一群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他们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友情的珍贵和力量，也让整个故事更加真实可信。无论是主角之间的感情戏，还是配角之间的互动戏，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感张力，让观众沉浸其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温暖。樱桃琥珀就像是一首用影像谱写的青春赞歌，它以细腻入微的故事、鲜活立体的人物、真挚动人的情感、真实可感的时代背景和匠心独运的制作，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充满温暖与力量的青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与珍贵。它让我们明白，青春不仅仅是一段时光，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态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的那份纯真与美好，永远都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希望大家都能走进樱桃琥珀的世界，去感受那份独特的青春魅力，让那些温暖的故事和动人的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相信这部剧会给你带来一场难忘的青春之旅，让你沉浸其中，流连忘返。